早上睡得好好的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惊醒，接着业主群发来一条消息：大雾7天后消散，在此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：1. 雾里有毒，在此期间请不要接触大雾。2. 冰箱里无论有多少食物，也只能吃1天。3. 家里是安全的，不过只能1个人待在家里，如果家里有2人及以上就会集体死亡。4. 假设食物吃完，你可以下楼去买食物。5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6. 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7. 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。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群消息的人，竟然是物业经理老陆。起初大家都以为是老陆闲着没事搞恶作剧，直到群里发出一张女人惨死的照片，所有人瞬间炸开了锅。一个女人面色惨白地躺在地上，她竟然七窍流血嘎了。我顿感后背发凉，赶紧在群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女朋友不相信，打开窗户把脑袋探出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模样，这也太可怕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为什么打电话报警没信号？看来规则可能是真的，是不是遵守规则就可以活过7天？不一定，规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难道这些规则有真有假？几条消息之后，群里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砰砰砰，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周，我是你李姐，你家里有南瓜吗？大宝想喝南瓜粥。李姐住在我的楼下，是个单亲母亲，平日里对我很照顾。可一想到第5条规则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抿紧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李姐又喊了几声，直到走廊里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，我才凑到猫眼向外望去。可李姐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，一整只眼睛几乎都贴在了猫眼上，吓得我差点喊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把门打开好吗？给我一个南瓜我就走，大宝真的想吃南瓜粥。李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李姐，我家也没有南瓜。我下意识地拒绝。猫眼里，李姐的表情很诡异，似乎在笑。她转过身，僵直地向对面走去。她走到301的门口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再次敲门，嘴里依旧重复着刚才对我说过的话。301迟迟没有动静。李姐变得有些暴躁，用脑袋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撞击着门板。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。谁啊？有病吧？301男人暴躁的质问声响起，下一秒是吱呀的开门声。我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男人径直地倒在了地上。不一会，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。小周，开个门，给我一个南瓜吧。李姐，我家里真的没有南瓜，大宝正在家里等你，你快回去吧。一听到女儿大宝的名字，李姐混沌的眼睛有了一丝光亮。宝宝在等我。随后她机械地转过身，僵硬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没走几步，李姐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如果说301的男人是因为给陌生人开门，违反了第5条规则，可是李姐是什么原因答的呢？因为她出门了吗？真是太可怕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，我决定熬点粥给自己补充些体力。可打开冰箱后，我有些发愣，早晨还很新鲜的蔬菜竟然都发蔫了，水果上还长了密密麻麻的斑点。我颤抖着手拍下了这幅画面，发到了业主群，随即有很多人响应了我。我家的也是，水果都烂了，我家冷藏的肉竟然有些发黑了。你们听说过生大米长斑点的吗？我正打算回复，群主突然给我们所有人都禁了言。接着老陆发来了一条新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中不可以有尸体，否则会引来贪吃鬼。这条规则让我毛骨悚然，只听到窗外传来砰砰几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拉开窗帘，外面雾蒙蒙一片，小区绿化带边上出现了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果然都是自私的。我好庆幸自己是个单身狗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物业的，下面邻居反映你们家漏水。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我想起这条规则，这时候开门就是傻子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啃食声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估计还真有傻子。提心吊胆地熬过第1个晚上。第2天一早，我下意识地就先跑到了厨房，打开冰箱一看，食物已经全部腐烂了，还隐隐散发着臭味。这可怎么办？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。我吓了一个机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又没了动静。这时业主群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屏住呼吸，大着胆子透过猫眼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套防护服和一个防毒面具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个小缝，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。我发现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已经不见了。我现在有防护服，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这条规则是假的。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好防护服后，我果断下了楼，走进超市，门口竖着一个小黑板：超市规则1，
超市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. 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. 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. 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我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，感觉都不够别人塞牙缝的，更何况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。我麻溜地跟了进去，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自动关上了，而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里面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。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看着新鲜的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但规则里提到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我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零食区，拿了几桶泡面。看到超市有卖南瓜饼，我下意识拿了几袋，为了节约时间，不敢在超市逗留。买完东西就准备离开，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上面贴着的规则：1. 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。2.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看向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在看完规则后，主动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把规则拍下来，等平安回去之后，再慢慢分析这其中的窍门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所有人如脱缰的野马，迅速朝家的方向跑。大家都穿着防护服，只要把东西藏好。雾这么大，很难有人认得出来。我刚跑出来还没有一会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的姑娘，蜷缩在椅子上。我默默放慢了脚步，见我走来，小女孩可怜兮兮道：“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不禁让人心生怜悯。可以想到她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我当即忍下心，径直从她面前走过。她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她，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女孩果真的是贪吃鬼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进入电梯。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女儿大宝。她一双无邪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小周姐姐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妈妈上次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。乖乖快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，她让你在家等她，记住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哦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大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得一个寒战，想到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，会自己开门的。大宝乖，先回家，别让妈妈担心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对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不知道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大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。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成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这条规则相矛盾，到底哪一条规则是真的，哪一条又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砰砰直跳。妈！叫了一声后，我立马清醒过来，因为我妈4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鸡公煲，快过来尝尝。我妈抿嘴一笑，还是以前的模样。我惊恐地看着她，一脸难以置信。这丫头傻了吗？赶紧进来吃饭。进门后，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，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妈，我有东西落在房间里了，我去拿一下。我猛地转过身走向卧室，然后锁紧房门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，我妈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门是反锁着的，她是怎么打开的？丫头，吃饭了。说着就朝我走过来。情急之下，我拿起床头柜上的镜子朝她照了过去。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惨叫声，接着便原地消失了。隔天一早，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再次送来，我穿上小镜子去超市采购了1天的食物。我担心自己踩雷，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，让他们烂熟于心。我发现给大宝食物并没有违反规则，于是每次去超市都会带一些他喜欢的食物回来，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手上，待我敲5下门后离开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业主群已经解除禁言，但几乎没有人在群里发言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因为违反规则死掉了。下午我刚买完东西准备结账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被人推倒在地，怀里的镜子也被摔得粉碎。再次起身，我发现一个男人提着一大袋肉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他是贪吃鬼，如果遇到贪吃鬼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，他先是心虚地瞟了我一眼，然后迅速地跑开了。另一边的贪吃鬼则缓缓走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我，姐姐，跟我来。是大宝。接着大宝领着我来到超市厕所，贪吃鬼则在外面不断地砸门。大宝说：姐姐放心吧，他们进不来的。
我惊讶地看着大宝。你怎么知道？大宝指了指一旁的马桶盖，马桶盖上方写着一条新规则：超市厕所是唯一可以离开小区的出路。大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颤抖地询问。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把这条规则拍下来发到了群里。我们有救了，赶紧来超市厕所集合。很快便有人回复我，不要相信他在说谎。我亲眼看到他被贪吃鬼抓走了，可我明明被大宝救了呀。妈妈，我想喝南瓜粥。我不是你妈妈，我是你的小周姐姐。这一刻我顿悟了，大宝说他和妈妈玩了好几次这个游戏，也就是说，李姐是上一次游戏中存活下来的人。现在大宝和我活下来，我就是他的新妈妈，而我则变成了下一个即将死去的李姐。这是一个无限循环，要想逃出去，我和大宝只能活下来一个人，而大宝就是贪吃鬼。左眼能看到1年后发生的事，我能看见彩票店1年后的开奖号码走势图。我将1年后各期彩票中奖号码记在日记本上，只需等待1年，我将一夜暴富。我是4个月前突然拥有了这项特殊能力，我打算利用这个能力买彩票中大奖。可让我担心的是，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今天夜里我起床喝水，忽然看见我家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，门口站着一个手持尖刀的黑衣蒙面人，他悄悄地走进了我的屋子。幸运的是，这是我左眼看到的。我放下手中的水杯，用左眼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黑衣人，心想这人是要入室抢劫吗？难道1年后的今晚，我的家里会遭贼？此刻我的屋子里是亮着灯的，可1年后的今晚，整个屋子里都昏沉沉的。黑衣人个头不高，瘦瘦的，他头上戴着鸭舌帽，脸上戴着口罩，看来这人早有预谋。黑衣人手握尖刀走向了我的床，趴在床上熟睡的我却浑然不知有人靠近。黑衣人悄然来到了床边，忽然他手起刀落，尖刀直接刺向我的后颈，被子里我都来不及反抗，略微动弹了几下便没了动静。黑衣人没有在屋子里翻箱倒柜，只是拿起了我放在床头柜上的日记本，然后悄然离去。什么情况？1年后的今晚，我会在睡梦中被人一刀嘎了吗？而对方的目的正是那个记载了彩票中奖号码的日记本。我赶紧跟了出去，想要搞清楚害我的人是谁。黑衣人出了屋子，他绕过几栋楼房，然后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来到了后街。他来到了一座宾馆前面，然后径直走了进去。这是一家很普通的宾馆，黑衣人并没有在前台开房，他有意压低了帽檐，然后直奔楼上。黑衣人来到2楼和3楼之间的转角平台，他取下了头上的帽子，脱掉了身上的黑色大衣，她竟然是个女人，里面穿着裙装。他打开了他的包，一双高跟鞋被拿出换到了脚上，他取下了口罩，一张精致的脸尽显无疑。先前的黑衣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身穿裙装脚踩高跟鞋的长发美女。1年后的今晚，我居然是被一个女人一刀捅死的，可这个女人我压根儿就不认识，她到底要干嘛？接着女人走上了3楼，然后敲响了304号房门，门很快就被打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男人笑盈盈地看着门口的女人，然后一把将女人拉进了房间里，房门也随之被关上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女人在刚刚杀掉我之后，居然还有闲心跑到宾馆里来跟另一个男人幽会。我越发对这个女人感到好奇，我得进入房间里去看看。我赶紧找前台开了一间房，我点名开了304号房。幸运的是，今晚的304号房并没有客人入住。我拿门卡打开了304号房门，走了进去。进入房间之后，男人正在卫生间里洗澡。我看到床头柜上摆了2个倒有红酒的酒杯，女人正将1瓶安眠药倒入了其中的一个酒杯里。5分钟后，男人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，女人端着2只酒杯笑盈盈地走向了男人，她将放有安眠药的酒杯递给了男人。男人将红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就要对女人动手动脚，女人却以先洗澡为由走进了卫生间。男人只好无奈地玩起了手机。不一会儿，我就看见他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哈欠。我打开了卫生间的门，女人只是将水放着，贴在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大概10分钟之后，男人终于睡着。女人走出卫生间，双眼死死地盯着床上的男人，目光冰冷，像一道充斥着杀气的寒光。1年后的今晚，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，这个女人一连嘎了2个人，最毒妇人心，这话简直一点没错。女人将男人的左手掰开，然后取下了男人手指上的1枚钻戒，然后走出房间。在楼道的转角处，女人重新换上了那身黑色的大衣，绕过几个监控盲区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垃圾堆前，她扔掉了她的大衣和包。在不远处的一个路口，她坐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很快消失在街道的尽头。我本想继续跟上去的，只可惜我没女人运气好，我在路口等了很久也没等来一辆出租车。再次回到家，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，我缓缓地走进了屋子，用左眼死死地盯着我的床。被子里的我应该已经凉透了吧？我是单身，身边没什么朋友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我的尸体可能要好些天才会被人发现。可是1年后，我真的会这么不明不白的死掉吗？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想办法做些什么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这间屋子我肯定是不会再住下去了。天亮之后，我搬出了这间屋子，房租还有2个月到期，我打算先不退房，以便我随时回来查看1年后的情况。新的住处是我通过房产中介找到的，屋内家电齐全，属于拎包入住的那种。进了屋刚坐下，
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既然我已经搬离了之前的住处，那么1年之后我又怎么可能还会死在原来的屋子里？难道1年后死在那间房子里的人不是我？我记得那人是趴着睡在床上的，昨夜我的左眼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人的脸。如今我都已经离开了那里，那么1年后死在那里的人就一定不是我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下一任租客。可是我明明看到凶手拿走了床头柜上的日记本，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的日记本。可此刻我的日记本就在我的身上，既然我人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住处，我的日记本又怎么会在1年之后出现在那间屋子里？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我忽然接到了我一哥们张三的电话。听说你不住原来那地儿了？是的，我已经搬出去了。可我记得房租还没到期吧？就这么走了不是浪费吗？那屋子我住不惯，反正也就多交了2个月房租，浪费就浪费吧。既然这样，那还不如便宜了我正愁没地儿住呢，我明早就搬过去，也好省2个月房租。那屋子邪乎得很，你搬过去要出事的。我可不信这些，只要能让我省钱就行。张三问了我的新住址就挂断了电话。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难道我那屋子的下一任租客是张三？那么昨夜我左眼看到的被杀者会不会就是他？可我那日记本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将来的某一天张三会拿走我的日记本？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，忽然我就愣住了。我看到屋子的房门被缓缓地推开了，一个女人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这是我左眼看到的。进屋的女人居然就是昨夜我看到的凶手。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在1年后住在这里？那么我又搬去了哪里？我越想头越大。女人进屋后径直地坐在沙发上，我在一旁用左眼静静地看着女人。女人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，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那是我的日记本。女人将日记本翻开，认真看着上面记载的密密麻麻的彩票号码，嘴角不经意间露出一抹浅笑。女人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，她忽然拿出手机，给一个备注为神经病的人发了一条短信：昨晚已经解决了2个，日记本已拿到手，明天我就去买彩票。很快对方就回复了一条信息，信息的内容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一句话：晚安招财猫。我看了心里一阵发毛，难道我辛辛苦苦记下的彩票号码还真是给别人做了嫁衣？这女人到底是干嘛的？女人收起日记本，然后进厨房给自己熬了一碗小米粥。喝完了粥，女人走进了卫生间，她在洗澡。我本来也打算跟进去，可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我走到门前，透过猫眼看了一下，是张三。打开门，我就闻到张三一身的酒气。张三铁了心要住我原来那屋子，他是专程来找我拿钥匙的。我本来有打算再劝他另找住处的，但他执意不肯。我又不想把我左眼见到的事告诉他，就只能随他去了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。我把钥匙给了张三，自己还悄悄留了一把备用，送走了张三。跟我同居的女人已经洗漱完毕，从卫生间里出来了。看来我是错过了一出好戏。女人躺到床上玩起了手机，我也躺到了床上，就躺在她的身旁。我没有玩手机，我在看她的手机。我试图从她的手机上查到一些线索。如果她真是个杀手，她总该和上家保持联系。然而她在追剧。10分钟后，她关掉了手机，然后睡去。这夜女人睡得很沉，而我却辗转难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人就出了门。我猜她要去买彩票了。我在一个工地做临时瓦工，今早我跟工地请了几天假。比起每天起早贪黑的上班，追查1年后我为何会弄丢日记本，那可有意义多了。1年后我能不能发财，就靠这日记本了。女人前脚刚出门，我后脚就跟了出去。女人在路口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我怕跟丢，赶紧在路口拦了一辆。师傅跟上前面那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师傅一脸懵逼地问我哪辆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然后就让师傅一直往前开，我让停就停。果然女人在一个彩票店附近下了车，然后直接进了彩票店。女人早已从我的日记本上记熟了下一期的中奖号码，她直接让店员按她说的号买了一注。随后女人穿过了几条巷子，她走进了一个比较破烂的小区，菊园小区。她在一棵大树下的石凳上坐下，然后盯着不远处的一条巷子，久久不曾动过一下。我也在她身旁坐下看，我猜她应该是在等人。难道她是在等下一个作案目标吗？女人在大树下坐了一天，我也在这儿守着女人坐了一天。女人似乎并没有等到她要等的人，直到晚上9点多，女人回到了住处，几乎是跟昨晚同一个时间。女人再次用手机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了一条短信：今晚我没等到目标，明天我再去。很快对方回复了信息，依旧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同样一句话：晚安招财猫。10分钟后，她关掉了手机，然后睡去。这夜女人依旧睡得很沉，而我依旧辗转难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人再次来到了菊园小区，然后在大树下一坐又是一天。第3天、第4天，连着好几天都是如此。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女人每天都有买彩票，可我却没看到她兑过一次奖。女人继续每天都去菊园小区。今天因为工地赶工期缺人，我硬被包工头叫去加班，所以就没能跟去菊园小区。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回家，我发现女人还没有回来，于是就打算去菊园小区看看。到了菊园小区之后，我果然看见女人在那棵大树下的石凳上坐着，她的目光依旧盯着不远处的那条深巷。当我来到巷口时，突然我好像听到巷子深处传来一声女人的呼救声。我仔细听了一下，声音很沉闷，好像是一个女人被人捂住口鼻后发出来的。
我朝巷子里望去，依稀看到角落里有几个人影，这是我右眼看到的，是当下的现实。沉闷的呼救声依旧断断续续传来，随之一起的还有从几个男人嘴里传来的污秽言语。我意识到巷子里正在发生着什么，于是赶紧报了警。警察说大约5分钟能赶到。巷子里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弱，我怕等不到警察来就要出事情，于是我鼓足勇气冲进了巷子里。我冲里面的人说我报了警。很快从巷子里冲出来几个人影，他们都戴着鸭舌帽，脸上也都戴了口罩。我看到总共有3个人，他们手里都拿着铁棍，有2个直接抡着铁棍就朝我砸来，我身上挨了5、6下，头上也挨了2下。好在碍于警察马上就到，3个人扔下棍子就跑了。我倒在地上喘着气，看了看巷子里，再扭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大树下。巷子深处躺着一个女人，大树下坐着一个女人。巷子里的女人是我右眼看到的，大树下的女人是我左眼看到的。他们2个长得好像，我感觉头昏脑胀，最后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已经是第2天了，医生告诉我并无大碍，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。我的病床旁还守着2名警察，他们告诉我，昨晚一个乡下来的打工妹在下班途中被3个小混混掳走，并带到了菊园小区里的那条巷子里，女人被他们用药物迷倒，并对女人实施了侵犯。若不是我报警，女人可能因吸入大量迷药致死。而那3个人明显是有预谋的作案，他们选在监控盲区，并戴了口罩和帽子，到现在还没有抓到。不过我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，我左眼看到的那个1年后的女人，为什么每天都会去菊园小区的巷口坐着？那个地方正好是昨晚的案发现场，这2件事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关联？1年后的那个女人已经一连杀了2个人，从她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的短信内容来看，她至少还要再杀1个人，刚好也是3个人。她杀人会不会是出于报仇的目的？我向警方询问能不能见一见昨晚那个被侵犯的女人，结果被警察拒绝了。警方给出的理由是，受害者受了很大的刺激，现在是一种很封闭的状态，抗拒跟任何人见面。下午我出院了，途中我又路过我原来的住处，我左眼看到楼下拉起了警戒线，有不少警察从楼房里进进出出，看来是1年后死在屋子里的我终于被警察发现了。我赶紧走进楼房，想要用左眼确认一下1年后死在屋子里的究竟是不是我，可此刻现实世界里门是关着的。我赶紧敲了敲门，开门的是浑身酒气的张三。看到我突然到访，他似乎表现得有些惊愕。很快我就发现屋子里除了张三还有另外2个人，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其中一个中年人我还见过，准确的说是我左眼见过，居然就是1年后死在宾馆304号房里的那个男人。他在1年后会被那个女人用安眠药杀死。我右眼看到桌子上都是外卖和满地的酒瓶。张三向我介绍那2人是他的好哥们，一个叫李四，另一个叫王五。1年后死在宾馆304号房的男人就是李四。张三还拉着我坐下跟他们一起喝酒，我一边应酬一边用左眼扫视四周，尸体已经被翻过身来，我看到了尸体的脸，真的是张三。1年后那个女人先后杀死了张三和李四，那么她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这个王五？如果女人杀人的目的是出于报仇，那么昨晚的犯罪者就是我面前的这3个人。这是李四问我，兄弟，你额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确信他问我头上的伤是出于关心还是有别的目的。眼下这个情形，我只好如实说了我昨晚的遭遇。李四问我昨晚有没有看清那些不法分子的脸，警察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。当听到我给出的都是否定的答案之后，他们3个似乎才松了一口气。晚上回到家，女人已经先我1步回来了，她正在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短信，短信的内容是，等我给你报了仇，我就离开这里去陪你。很快对方回复了信息，仍旧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同样一句话，晚安招财猫。女人发出去的短信让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是时候该向她问清楚了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拿起一支黑色的记号笔，在窗边的墙壁上写下了3个大字，你是谁？如果在接下来1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擦掉我写在墙壁上的字，那么此刻女人身旁的墙壁上就应当也会有这3个字。女人很快就注意到了墙壁上突然出现的大字，她吓得连忙后退。我赶紧又补充了1行字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害你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谁。女人显然有些慌了，她紧张地看向四周，然后盯着墙上的字在说着什么。我赶紧又在墙壁上写道，我无法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可以用笔写下来，写在纸上或者墙壁上，我都能看见。他赶紧用一支红色的记号笔在墙壁上颤抖地写下了3个字，你是谁？我考虑了一下，随即在墙上写道，我是一个能看到未来的人，我和你的时间相差了1年。女人有所迟疑，显然她还是不信。我赶紧又把这几天我左眼看到的一切都写了下来，包括我看到他先后杀了2个人，还有他发出去的短信内容。女人看后陷入了沉思，终于她好像开始相信了。她写字问我，如果这些天你一直都跟着我，那么昨晚你也去了菊园小区？我回复，是的。那么巷子里发生的事你都看见了？我赶紧解释，我是那件事情的目击者，我报了警，
自己也被袭击了。女人想了一下，写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当时的报案者。”我赶紧追问：“你跟巷子里被侵犯的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？”她埋下头许久才写道：“我就是那个女人。”看来我之前的预感没有错。女人继续写道：“谢谢你当时及时出面报了警，要不然我也活不到现在。”我回复：“只可惜警方目前对这起案件还没有任何线索。我知道警方一直没能抓到那3个人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亲自报仇。所以你要杀的人就是昨晚侵犯过你的人。你是如何查到他们身份的？我自有我的办法。你有证据？有。那你为何不把证据交给警方，而是选择亲自出手？因为我怕我等不到他们被判罚的时候了。”女人一把拽下了头上的全部头发，那是她的假发。我已经身患绝症了，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况且那3个人身上还沾有人命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人命？谁的命？他略显迟疑，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帮我给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带一句话。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，让他毁掉这个日记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将来会因为这个日记本而死。我看后如受晴天霹雳，1年后我还是死了。我赶紧追问，他是什么时候死的？怎么死的？你好像很紧张。我赶紧写道：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这日记本的主人，你信吗？他看后再次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思。我信，其实我早该猜到了。我只是想看你亲自承认，你我此刻同处一间屋子，只是时间相差了1年，那么你必然是1年前这间屋子的住户。苏远是你吗？他居然写出了我的名字，你认识我？快告诉我，我到底怎么了？不久的将来你会被人害死。被谁害死？张三、李四、王五，我杀他们是给自己报仇，也是在给你报仇。你到底是谁？就在我极为震惊的时候，他告诉了一个更令我出乎意料的事实，我是你1年后的妻子。我彻底傻眼了。女人怕我不信，她还从柜子里拿出了我们的结婚证，我看到她的名字叫李岩，她确实是我的妻子，1年后的妻子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李岩通过一行行文字讲述了我未来几个月即将发生的一些事。在经历了菊园小区事件之后，李岩整个人变得比较消沉而且封闭，加上警方一直未能抓到作案人员，李岩便一直活在阴影和极度的恐慌之中。然而更令他绝望的是，案发当晚，医院在对李岩验伤的时候，意外查出他已经身患绝症，医生告诉李岩最多还能活1年。一连串的打击，再加上几个月的病痛折磨，他不堪重负，最后选择了跳河自杀。而正好经过现场的我救了他，与其说是我救了他，倒不如说是他救了我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游泳。因此这一次的相遇，算是我们初次相识。李岩跟我讲了他的种种遭遇，我很同情他，并鼓励李岩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也不知道我是哪根筋不对，从那天起，我开始赖上了他。我鼓励他接受治疗，我说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一直陪他走下去。连续的治疗让李岩的头发越来越少，于是我给他买了假发。李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在他生日的当天，我带着李岩去了民政局领了结婚证，没有办席，没有请客。李岩搬来跟我住到了一起，他每天都吃不下饭，我每天都会给他煲粥。他时常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和一个将死之人在一起，我的回答永远是那句话：遇见你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吧。李岩经常骂我是神经病，我却笑话他是招财猫，因为救他的当天，我买的彩票中了头奖。李岩本以为他会在我的守护下幸福的死去，没想到我却死在了他的前面。我有一个能预知彩票中奖号码的日记本，同时也让我招来了杀身之祸。不久前的一个夜晚，我因外出买药，遭到了几个匪徒的袭击，他们抢走了我身上的所有东西，包括结婚戒指、日记本，还有我的命。我被害的地点位于监控盲区，警方到目前为止还没能抓到杀死我的凶手。通过我身上的致命伤痕和现场痕迹判断，警方断定凶手是3个人，而且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我的日记本则成了唯一的线索。李岩开始留意近期彩票中头奖的得主，很快便锁定了张三、李四和王五，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给他们判刑。张三嗜酒，李四好色。在他们的一次聚会之后，李岩带着我的备用钥匙来到了张三的住处，他一刀捅进了张三的喉咙，然后又装扮成夜总会的小姐，去了李四开房的宾馆，用安眠药搞定了李四。如今只剩下了王五。看完他写下的字，我也不知该回什么好，想了很久才继续写道：如果你真的要报仇，我可以帮你，也算是帮我自己。帮我？你打算怎么帮？我明天就去向警方举报那3个人，让他们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当时并没看到他们的脸，你也没有证据。我是没有证据，但是你有啊，你把你查到的证据告诉我，我再告诉警方。没用的。什么意思？在你的未来才会出现的证据，你如何在你的时间交给警方？虽然你能看到我找到的证据，但警方无法看到。我恍然大悟，这是违背因果律的悖论。那我直接在我的时间里杀了他们？不可以的。你我同处一个空间，你代表了历史，我代表了未来。既然他们3人可以活到我所在的时间点，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因果律。他的话让我有些震惊，仿佛好像确实如此。我答应李岩明天陪他一起去解决王五，并躺在床上和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
趁着李岩还在熟睡时，我买了新的油漆，直接掩盖了上面的黑红色的文字，并且退掉了这个房子，远离了这座城市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避免悲剧重演，更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性命。